伪装自己的叛逆，我扯掉标签，抗拒定型。我们用自己的价值观创造梦境。我们梦游，我们相遇，我们相互拯救。我们是陪你闯荡复杂世界的梦游小姐姐。今天要来恋爱话题。嘿，大家好，我是蜜儿。嗨，我是乔。欢迎来到梦游小姐行走中。这里是30世代的自在角落，我们透过多元的观点，陪你一起探索自我，体验人生。好，今天聊一个大家应该会很有兴趣的话题，就是聊爱情的话题。哇，我们今天想聊聊看远距离恋爱。为什么会想聊这个主题呢？因为我右边这位女士呢，她就是在进行一个极度遥远的远距离恋爱。其实还好啦，我已经算好了，就是以没有时差。对，一小时的时差，对，我们已经算还好了。好，那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远距离恋爱是怎样的远距离恋爱？我在台湾嘛，然后我男友在日本，他是日本人，然后我们时差日本跨我们1小时，但你真的说距离很远，其实也还好啦。你飞去日本，你如果联航的话，也可以大概6-7千的机票可以解决，但就是很贵啊。我从台北到高雄也不用这么贵啊。台北到高雄要多少啊？应该1000，单趟来回3000吗？对，也好贵，好贵哦。可是你搭飞机会花很多时间，你会真的会搭半天到1天的时间搭飞机吧？对，我只能不是，应该是说远距离，真的就是没有人想要，就是可以近距离，为什么要远距离嘛？但如果就是发生的话，你就是接受啊，你就是把你现有的资源、时间跟钱整理出来，然后尽可能的去就维持好这段关系。好，今天呢，我们聊这个呢，乔就是所谓的正方，支持远距离恋爱，我就是所谓的反方，反对远距离恋爱，因为我根本觉得远距离恋爱不可行。我跟你讲，你就是立了这个 flag， 通常会发生什么事？你不要讲这种话，我不要，我拒绝任何离我太远的人，我都不跟他谈恋爱，就这样。我们就看1年后会不会发生什么事情。OK， 好，那我们首先在聊这件事之前，我想要先问问我们两个，你觉得爱应该是什么模样？我先吗？你先。你的脸好讨厌。大家可以，如果他刚刚就一脸很骄傲，你先这样。好 ，Anyway， 现在应该是锁定在恋爱的爱。对，我在讲的是恋爱的爱。好，我想象中的恋爱，然后另外一半跟我的爱，我自己不需要觉得他是多么强大的一个巨人，就是我不需要站在巨人的身上，那我更希望另外一半跟我的爱是骑在巨人。我不小心开车了。就是我希望我们是可以一起前进的伙伴，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前进，然后我不需要他把我就是支撑起来，就是但我们可以一起去做我们想做的事情，他想做什么我也可以支持他陪伴他，然后就是可以包容彼此，然后支持彼此，就这样。好，我对于其实我对于恋爱也跟你有很多相似之处。我需要他是我最大的后盾，我希望他支持所有的事情，我希望他是最欣赏我的人。我希望他是见到我的缺点也不嫌弃，反而会包容或是协助我改善的人。对，然后我希望他让我碰得到。我还是碰得到，只是比次数问题而已啊。因为对我来讲，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很健忘的人。我觉得人都是健忘的，我超健忘，对吧？当他不在我身边，我会忘记他在我身边的感觉。我希望我喜欢的爱是实体的爱，爱的语言那时候你有测过对不对？我有一个是接触，你的接触是第几名？你有印象吗？我有点忘记，有点久了。好 ，Anyway， 我的接触是第1名，在我年轻的时候，接触的第1名的比重大概是9:1，9都是接触，1是分配给其他4个。真的对，我的接触是这样，但是直到我年长了之后，我有再重测一次。我的精心时刻变得跟接触非常相近了。对，那你有机会啊。其他的变得，因为我是精心时刻跟那个身体接触。那我变得跟你一样了。有机会，我不要。对，然后反而是我的开始比重变得比较平均，最高的就是接触跟精心时刻，可是接触依然是第1名，稳坐第1名。对。对，然后我为什么讲的？所以你想要精心时刻的接触啊？
不排斥，没有，这两个是可以分开的。Anyway， 对我来讲，我的爱跟巧的定义没有差太多，但是我会很需要，你多立了一个东西，我多立了一个 flag， 就是我需要接触这样子。那我再延伸一下，其实我当初我对远距离也没有抱持任何想法，就是你为什么没有想法？对，就是怎么讲，就是我没有想过这件事情要怎么进行，然后我没有想过跨国恋爱这件事情要怎么进行。然后我自己也觉得，能不要就不要，好麻烦对吧？而且文化又不一样，语言也不一样，好，对，但是就有些事情就是会发生，我只能这么说。有些事情就是原来是这样。我觉得更多时候，远距离，害怕远距离，是因为你害怕你跟对方没有共感。但是当这件事情解决的时候，所有事情都解决了。当然后续啊，就是后续我们可能还是要解决的问题是，到底是要去哪一个国家才有办法结束远距离？但是就现阶段来说，如果我们的共感是可以连接的，那远距离好像没有什么害怕的。等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等一下我们有点跳题跳太快，我等一下再问这个问题。好 ，OK， 好，这是你的想法。好，那下一个。你是支持远距离恋爱，你刚刚已经讲述了，因为你觉得有共感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远距离恋爱，这是你的对正方意见。那我要讲反方，为什么不行？好认真的奇葩说，对我是认真的。好，为什么不行？是因为你们距离这么遥远，你们只能把部分面向给对方看，所以我永远都不是最了解你的人。那对我来讲就会很空虚，就是虽然你可能跟一个人很近距离，你也不见得了解他，但是我觉得了解面向会比远距离多更多。我觉得这部分讲对一半，就是当然说我们没有办法讲说我就直接去他家，然后我们可能一整天都是待在同一个空间，然后就可以各自做各自的事情，然后你可以知道他在做什么事情，他会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处理。我跟我男友现在很常都是讲说旅行的时候才有办法在一起，对，然后相处的时间可能了不起就是5天吧，然后当然时段就是没有那么长。但是也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就是真的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所以我们需要大量的沟通啊。对，也是对，而且我觉得变成的面向很像是我跟我男友，他已经是我的最好的朋友之一，就是我们可以分享任何的事情，所以共感很强烈。然后你说他不是我没有办法最了解他，我觉得好像未必，因为我们会非常沟通非常频繁，然后会非常深入，因为我知道他会接受我的所有的想法的时候，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安全的。对，那有些时候如果不是远距离的恋爱，你觉得他当对方不是对的人，或者是可以接受你全部的人的时候，你是不一定会把所有的想法告诉给他。对，所以我觉得是人的问题更大。我自己这样。那我现在可以问这个问题：你们吵过架了没？还没有对，所以我觉得这就是问题，因为你不知道你们吵架的时候状况是怎样。在我的印象中，很多情侣吵架其实只要一个拥抱就是解决的事情，但是远距离是无法这样解决的。远距离你必须要用言语，要用画面，要用视讯，但是其实很多东西是言语说不清的，你只要一个拥抱就可以解决的事情，远距离是没办法解决。所以我觉得目前你还没有吵架的状态下，这些我都认同，因为你们很频繁的交流，很频繁的沟通，所以也许比起隔壁的人，你更了解他的想法是什么，因为你们不能透过触摸去沟通，你们透过言语去沟通。可是一旦你们争吵的时候，我觉得这才是远距离考验开始，因为很多人远距离会分开，都是一定是争吵没办法解决才会变成这样。可是如果开线的时候，当然有很多远距离浪漫的事情可以做啊，例如说一起吃同一份餐点，一起吃面，然后一起分享，一起吃饭，或是一起去运动分享，这些都是很浪漫的事情。所以我觉得真正的考验是要在吵架那一刻。我觉得我其实也蛮好奇什么时候会吵架但我觉得蛮厉害，远距离这么久都彼此都很放心，都不吵架，我觉得也是某程度蛮对的对象。怎么讲？你刚刚说的吵架，你刚刚建立的点是说吵架可以用一个身体接触解决嘛？对。但是怎么讲？会吵架就是因为你们沟通不顺畅。那你沟通不顺畅，好了，未来有一天我沟通不顺畅之后，我要去解决，那我解决的方式其实不一定要是身体
上面的解决。怎么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怪？对，就是解决有很多方式的解决，然后对啊，我是这么觉得的啦。那有可能是看人对于肢体的接触这个定义，因为像我如果在气头上，我们一直讲话，我没有办法荡下来，可是只要他一个拥抱，我的语气就会和缓，我们这个吵架就会荡下来。对我来讲是这样，所以对我来讲肢体太重要了，就是我们在吵架的时候，我可能只是需要握个手，你就是摸着我的手跟我讲一件事情，跟你完全不碰到我跟我讲事情，对我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就更取决于怎么样有效的沟通，就是当我们可以用言语去抱住对方的想法的时候，那已经是到达更深的层次。我们没有办法透过身体的接触去像你刚刚说解决一个误会，但是我们可以用言语的方式去解决。然后我自己也觉得因为我现在30加嘛，然后我男友也是我自己觉得我在这个时间点进入远距离恋爱是一个非常刚好的年纪。因为你要拼自己的事情嘛。更多的面向是我已经知道我怎么样好好跟自己相处，而且我很会独立跟自己相处。就是如果说我25岁遇到一个外国人的对象，我觉得我很多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好好处理我自己的情绪，我会把我自己的负面情绪丢给另外一个人。我可能就说我心情不好啦，然后你都不能来陪我。我可能小时候的我会用这种指责，然后很不知道公主嘛，就是的就是乱骂之类的。但是当我长大之后，我知道我喜欢怎么样被对待，我知道我可以怎么样好好的对待自己，我不需要另外一半完全的就是接受我无理取闹的情绪，因为我知道我怎么好好处理我自己的情绪了。所以我跟他分享只是说我今天有这些感受，我想要跟你分享，但是我可以 take care 好我自己，就是这样。我想要问你有对他无理取闹过吗？我觉得没有。对，我觉得这就是也许是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方式不一样，因为有时候我会无理取闹，是我想看他对于无理取闹我的态度是什么，因为我需要的是一个愿意接受我最坏的样子的人，所以我会展现我最坏的样子。然后某程度远距离恋爱，我觉得你们现在状态是把自己最好的样子展现给对方。我这句话我没有那么认同，因为你说最坏，我不太确定你说最坏的状态啦。但是我自己经历过，我自己觉得比较差的状态，可能是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差的状态，然后他也看过，然后那段时间我自己是有点低潮，压力蛮大的，然后他也是陪我走过。然后甚至是我自己觉得我自己有一个不太想要分享的东西的面向的时候，我自己发现我有一天在旅行的时候，我自然的跟他分享了这件事情。然后我在分享的时候，我就是爆哭，就是因为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我很开心我自己的这个面向他也愿意接住。对，就是虽然说他会觉得有点心疼，就是我会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跟他讲，但是我觉得男生可能对于女生哭会有点害怕，但是我自己在哭的时候，很多时候都是觉得我是可以这样被接住，我是可以这样被理解的那种感受，所以才哭。对，我觉得那这一点我们对爱的定义就不一样了。因为你的定义是他可以接住你，这个我也要，可是我的定义还多了一层，他可以看到我这么不讲理，他还可以冷静下来对我，或是他还可以包容，或是他可以有情绪，可是最终他会包容，这才是我对爱的定义。现在你说的那种无理取闹会是什么样子啊？就像说我现在就是心情不好，你可以来陪我，这种就是这种。他的处理方式如果是他有几个处理方式，一种是他可以来陪我就来陪我，第二种他不能来陪我，可是他会安抚我，这个也是我要的，就是他可以看到他知道我现在在不讲理了，可是他可以接受，他甚至知道我现在状态不好，先接受我这样的状态，可能等我好的时候再跟我讲理，这是我要的爱的样子。是因为怎么讲？我觉得我也会有情绪上面的发言，就是可能什么在工作上面怎么样啊，但是我好像不会觉得你一定要怎么样。这件事情如果是因为他引起的，那好像还没发生。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们还没有发生过争吵或是不开心，所以这才是我觉得远距离最大考验的地方。你们还没有遇到这件事情，这才是我觉得，因为如果是我工作上跟他无关的话，我觉得
我可能就不一定会这么无理取闹。可是我的无理取闹是，例如说他因为我感到不开心的时候，我就会需要立刻解决。然后我知道有可能他在忙或什么直接不能解决，但是如果这时他可以做一些事情，不一定要飞奔过来，他可以做一些事情，我就会觉得这就是我要的爱的样子。我觉得你某部分希望对方惹你，然后你再看他讨好你。我觉得是因为我就觉得我男友好像不太会主动惹我。我等一下我必须要跟大家讲哦，他男友太优秀。我觉得有一点是远距离可以成功，是因为你男友很会讲话。哦，他真的很会讲话。我觉得很多直男不会讲话，所以我才需要肢体接触。你不是请我准备了那个就是怎么样经营远距离的一个论点吗？我等一下我先不要讲，但是我在整理的过程中，我发现。Oh my god， 他完全就是做得很好对，所以我的意思是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远距离恋爱，要看你的对象。例如说，很多男生台湾啦，你那日本人 I don't know， 反正很多男生是比较直男的，不太会表达。女生相对比较容易表达情感、表达想法，可是男生有时候不太容易表达。那这个时候就很不适合远距离恋爱。我觉得这个我完全认同，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男友他就是家里很多女生，所以相对的很会跟女生沟通相处。所以我的意思是，你们远距离成功，某程度是要看你们两个都可以远距都很会讲话。对，我觉得是。然后相对我们又比较独立一点嘛。对，我觉得这两点很重要。对，所以我觉得我不行，是因为我一直assume我的对象就是一个直男。我觉得是。所以我觉得远距离恋爱对我来讲是不 work 的，对，就是不可能成功，因为对啦，我觉得是你要的对象可能真的没有办法，除非他马上可以就一张机票，然后马上飞来找你。这种的话，当下 OK， 可是到时候要沟通还是会很困难，你懂吗？就是我找到症结点了，我不行，是因为我喜欢的对象就是有时候是偏直男的，我觉得是，所以才会有不行的这个论点啊。找到了，好，这集要结束了吗？如果听众跟那个蜜儿一样，就是你喜欢的对象都是这种，这叫什么型啊？钢铁直男吗？我其实有交过不是钢铁直男的男生，然后我觉得很幸福，我完全可以理解你现在的幸福感。就他很会沟通，很会讲话，知道女生该听什么话，不该听什么话，超级知道的。所以我当下被安抚的服服帖帖，非常幸福。你是婴儿吗？对，就是安抚的服服帖帖。但是我又很欣赏某程度的钢铁直男的样貌，我觉得很可爱。但是相对的，他们可能不太会沟通，或是他们会就是这时候就是需要一个拥抱。就你不会讲话，那你就抱我一下吧。不行，不要惹我。而且你知道钢铁直男又特别容易把女生惹生气，你就喜欢你就是喜欢那种国小男生的仙女裙子，然后就很生气，然后还在这样把你壁咚，然后给你一个吻，这样子。我觉得我喜欢的感情是有一点点吵吵闹闹。我觉得是对，就是但是你又不能那个，你知道那界限超难拿捏的，就是你如果太闹。哇，这个吵翻天要分手，可是你又太不闹，好无聊。对，我完全理解 ，OK， 我完全理解，我也完全可以理解你的整个状态。对，所以我不能远距离恋爱。好，那终于知道症结点在哪里，不是远距离恋爱不好，是我的对象不适合远距离恋爱。好，那还要继续聊下去。好了，我还是继续好了。这集是要帮你梳理一下，为什么不能就是远距离恋爱呢？没有，好。来，那好，如果有人就是刚好遇到的对象可能很会沟通，可能也是会用言语表达，或是他们正在学习，那远距离恋爱该怎么维系感情？请已经成功，目前已成功的乔来分享一下。我不敢说多成功，我们只是在一起就是大概1年这样子。对啊，已经成功1年了，已经很了不得了，再继续下去。所以他现在目前为止是成功案例，请你分享如何维系感情。其实我真的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小 tips， 就是基本上你愿意放下所有的牺牲，假如说你不能见到他，但是你在你有的时间跟金钱里面，你愿意把你手上现有的资源分配给这个人，就是你到底多想跟这个人在一起，你就会在这边体现到。对啊，你假如说我们都很忙，但是你愿意拨个5分钟打电话给对方，我觉得就可以了。我可以问吗？你们现在每天讲电话时数是多长？不太一定但是我就很喜欢讲说，我走路回家的时候可能有个
10分钟，我就会讲电话这样。哦，我以为你们会晚上固定一个时段彼此，没有哦，所以是有空就打电话给对方。哦，对啊，那这样你们哪来的完整时间讨论一件事啊？讨论一件事，就是可能分享一件故事或什么完整的时间。会啊，有时间就是有时间啊，这句话真不错。有时间总是会给你的啊，不想要就会有时间，不想要就会没时间。而且其实当初在远距离之前，我其实不知道怎么样进行这件事。就像我刚刚跟你说，对啊，因为如果我今天跟一个台湾男生交往，dating， 然后我们一起去哪里，一切都很好的去想象到，就它是一个很像是一个模板你知道吗？但是那时候在跟男友交往的时候，我就觉得所以我们现在好像可以一起看个电影啊，那要怎么一起看电影？想尽方法都可以看。对，但是就会发现好，我们要一起按那个 play 键，就是同时看一部电影，我们要这样去执行。然后我后来也觉得，因为我男友他其实有其他朋友就是远距离，而且是日本跟英国，就是还有就是时差7、8个小时。哇，到底怎么？而且其中一个人还是医生，就是超级无敌忙。然后他们就刚好去年结婚了，然后就说：“你去问一下，就是他觉得这个整个成功的秘诀是什么？”这样很像想要取经，去知道他们到底有什么秘密。我觉得我有个很黑暗的想法是，就是很多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的。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看过太多我可能不能再滑那些东西，看过什么 D 卡或 Threads 那些，就是可能表面很恩爱，然后背地里其实乱搞的那种案例实在太多，所以我总是觉得有些事情只是不让别人知道，不代表是真的。就是老实说，我不相信远距离某程度是这样，我不相信人的自制力。但跟远距离没有关系啊！你相信一个人，你就算不是远距离，你也不会相信他。对，是没错。Oh my god！ 你说出来那些想法，你对于一份我真的不相信关系就是不信任不是因为我就是不相信人性。我跟你讲，我不相信人性不是针对别人，我也不相信我自己。就是我不相信我自己。我觉得我已经算道德标准非常高人，我已经算是非常自律，在感情这块非常自律的人了。可是甚至这个状态下，我有时候都不相信我自己。例如说，我不相信我自己不会心灵出轨。就是我可能因为我觉得欣赏一个人是很难控制的，我不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只是我自制力可以自制到我不实质出轨这样子，所以我其实不相信，连我这么自制的人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问题。那我完全不相信别人有多有自制力。我觉得主要会有这个想法，是因为你不相信你自己，所以你也不相信别人。因为我总是觉得我已经很自制了，所以我就觉得你会有自制这个想法，就是你想 do something， 所以你才会有自制这个想法吧？是不是？不是，你有恶魔的想法，所以你才会觉得我在 control 自己啊，是吗？应该说我完全不会去行动，这不在我的 option 里面。但是我看过太多别人有这种选择的时候，我不相信别人不会去行动，因为我是因为完全觉得这件事不行不 OK， 我才不去做。可是不代表我心不会飘。我懂你意思，但是因为我这么我说用自制，不是说我在克制自己，是说我这么自律好了，用自律这么自律的对感情观这么自律的人，我都会心灵都会飘了。那别人对感情观没有我这么自律的话，他怎么可能不行动？我总是会这样想。我自己我知道你的意思啊，就是反正大家长大那个什么 PTT 婚姻版，就是很多鬼故事看多了，就是觉得啊，这世界上还有一个就是那么完美的人存在吗？我觉得好像也不用怎么讲，我见证过就是一些感情的一些讲到第三者这种事情，但是 anyway 你没有办法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你当下觉得彼此是忠诚对待彼此的时候，你就是相信对方啊。对啊，所以不然真的太难了。可能是因为我之前相信对方都发现对方背叛或劈腿，我就觉得人性就是不可考验啊。然后所以要看到一个人的其实我还是觉得人性不可考验。其实现在就算有一个很棒的一个人，然后我如果塞很多女生在他旁边疯狂诱惑他，我觉得绝对会出事。而且我就是因为看过，我就真的不能再看那些东西。我就看过有个故事是在讲说，有个女生她就是不相信人性，她觉得每个男生都会劈腿，所以她就去诱惑她身边所有的男生，然后每个男生最后都沦陷。有一个很难攻，她一直说她有女友，
很难攻的那个最后也被攻陷，然后最后那个女生就跟大家讲说，她就写这篇文章跟大家讲说，你看人性不可测试，因为我就是全部测试完了。其实某程度我知道她有一点病态，她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她要证明给大家看，她觉得她是对的，所以她就故意让这件事情发生，然后这件事情就发生，她在跟大家讲说，你看男人不可能忠诚。好，但我觉得这点好像跟远距离无关欸。没有，这点就是一直说，在这个基础下，我就不相信远距离。没有，你近距离你这样也不会相信，多少关系是近距离也是一样在外遇的。不相信就是不相信，而且你不相信，你会延伸到你说人性已经不是单纯是谈恋爱的关系，就是有时候你对于可能朋友或是家人都不会信任彼此，因为你不相信对方会100%的支持你有可能是背叛你。我相信家人会100%的爱着我，可是不一定会支持我。对，朋友的话会推更远，情人的话是推最远的那一个。对，对我来讲这个比重是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远距离恋爱是更容易产生这些问题。对我来讲，因为就是更没有人管啊，而且我会忘记啊。例如说，他如果很久没见到我，我会忘记我跟他相处的感觉，可是我很需要相处的那种感觉的心动感。对，所以我不能谈远距离恋爱，我完全就是觉得我没有办法办到啊。对啊，我以前有男朋友就是以前学生时代，男朋友是可能寒暑假都没有见到面，1个月没见，哇，我再见到他我就忘记他了，我就觉得这人是谁，或是感觉有点不太一样。我觉得我自己在还没有进入这段关系之前，我完全无法想象。我就跟你讲的一样，我好像很久没跟这个人接触之后，就会忘记这个人的存在，因为你可能就很专心在做自己的事情，然后你见到他，很像是进入另外一个异次元的世界。对，那所以你现在没有这种感觉吗？我现在好像没有真的假的？我觉得可能太长，我们都会我就是无时无刻都会想跟他分享很多东西。他就是在我这个时区里面，而且他也知道了我的所有的朋友，就是他知道了所有的东西啊，然后他也见过我的家人，所以就是我平常要跟家人聊天的时候也会聊到他，就是他已经存在你的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了。对，但刚开始会有他好像对，刚开始会觉得你好像变高了还是什么，太久没见就觉得你是变高对，真的会有一种这种感觉。谁呀？是谁呀？对，就你很像从那个手机里面走到真实世界的感觉。对啦，好啦，所以我刚刚讲什么了？怎么突然聊这么事啊？就远距离恋爱该怎么维系感情，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刚提到的是说，我男友他有一个朋友，然后是英国跟日本的远距离，然后他们有时差7-8个小时，然后又在一起了七年，然后结婚，去年结婚。然后我说你去问他，就是怎么样成功，就是走到这一步的，我觉得好难想象你不觉得吗？所以我一直觉得一定有一些故事我们不知道的。就是我秉持的这个想法在看这件事情，我不会这样想，但是他就问他嘛，然后他朋友就说，其实没有很难，就是当你愿意，你100%愿意追随这个人，你就是爱这个人的时候，你没有什么，你的心很笃定的时候，你的心是不会漂移的。他没有这样讲但意思是这样。我就想说，要怎么用英文讲这一串，我不知道笃定的英文是什么。对，反正意思就是说，其实不难，就是当你愿意爱这个人的时候，你的心就是不会乱漂移，然后你们就是已经有到达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方式。就是时差跟距离都已经不会是你们的问题了。哇，这个太浪漫了，真的太浪漫，好难我就觉得天哪。好难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他很笃定爱着这个人，我不相信一个人可以永远爱着一个人，所以是因为这样，我也是更不相信笃定这件事情。可能当下笃定当下笃定你没有办法知道未来发生什么事情，真的。然后我男友的另外一个朋友也是远距离，然后是日本跟美国，他们总那么爱这跨国对我不知道为什么，物以类聚有可能。然后那时候他们碰到疫情，然后所以是整整2年没有见面你知道当年疫情爆发的时候，多少就是跨国的情侣是没有办法见到彼此，然后多少对是分手的，一定要分的啊！可是因为疫情，你好像也不太能干嘛，就是所以要分呢？那你要干嘛？就是分手啊？不是我的意思那你分手然后呢？就怎么讲？当你心中有这个人的时候，你会知道他住在你的心里，然后他会支持你去做你原本要做的事情，他不是一个累赘。
他如果是一个力量的话，可能不会分。对对对，所以我说的点就是，当这个人可以成为你的力量的时候，远距离虽然还是需要牺牲，对，但是它会让你持续的前进。好，所以如何维系远距恋爱的感情，你还没讲到。我觉得就是另外一半必须是你非常好的挚友，然后你们可以分享任何事情。然后我自己在看理论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东西叫做情绪验证。那其实就像我们很常听到的情绪价值，然后当你做好情绪验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一个很好可以得到彼此情绪价值的一个方式。所以情绪验证到底是什么 ？OK， 给我看一个小抄啊。当然，这做好情绪验证，其实就是我跟你说什么事情，任何的感受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你懂我，你支持我，然后我跟你用对话，我就可以觉得你在拥抱我的话。等一下，是要自己要说服自己这件事情，还是你说对方要让另外一半有这种感觉？对，对方要让另外一半有这种感觉。对对对，对。好，第一步其实我觉得最简单，但也是有可能不是近距离做不到的，就是你就是放下手机，然后好好听对方讲话。我自己觉得好了，就是可能过去的一些关系一定有遇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一起去餐厅约会，但是我们就是不停在滑手机，然后明明就是也没什么好滑的，但是就是会为什么就是觉得你就讲话我在听，对不对？但是其实我在听啊，你讲啊，对，但有可能是太多垃圾。对，但我发现我跟我男友，我们只要是视讯的时候，都会是非常专注的在跟彼此讲话，就是我们不太会就是我在做工作，然后你讲话这样。我如果是那种状态，我们就说好，那我晚一点来打好了。是哦，我跟我之前的男朋友近距离，但我们会晚上讲电话都是用视讯的，因为就是想要看到对方。我们会边做其他事情边聊天，例如说我会边擦乳液啊，他可能边整理东西啊，我们会是这样的状态聊天。这对我来讲是我喜欢的，我觉得我蛮喜欢，就是生活感。我不可能就是什么事都不做就看着你聊天这样。我觉得可能也有分出来，就是当你真的遇到一件事情，就是假如说好，我今天我在公司报告，然后被我主管指责好了，就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其实真的就只是你把手机放下，然后你好好看着对方，就说你今天怎么了？对，所以第一个其实就是你们的灵魂要真的在场，有要在线，然后这个其实我说的这个理论是没有区分远距离或是近距离，就是好好的沟通啦。对，你之前好像有分享一个理论，我不太确定是同一个。好，没关系，你继续。第二个就是你要去了解，假如说我感觉到你是女朋友好了，我是男朋友，我说感觉到你今天好像情绪有点怪怪的，对，然后我就要必须去了解说，你今天是不是怎么了？或者是你已经丢出一个东西，你就说我今天在公司超烦的，那我可能就要去了解说，你今天怎么了？就是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讲出来的时候，我要去理清，要去好奇对方的状态，对，就是到底怎么了？然后再来就是我要引导你说出你的感受，就是你可能只是说，我今天在公司好你应该是说你今天在公司遇到很烂的鸟事，然后我要引导你说出你的感受。等一下，你要叫每一个情人变心理咨商，这个有点难其实不是，但是我觉得基本上你不用一步一步拆解，但你大概知道，可能就只是聆听，然后去理解，然后不要站在一个很对立、指责或者是不肯定，就是或者是你不能不接受对方的情绪，这样，因为其实简单来说，很多时候情绪验证做失败的时候，就只是我跟你说，我今天很烦，我主管几百什么的，然后你就说。你就叫你离职，你又不离职，哇，那就是没有做好，就是情绪的沟通。大部分人都做不好，真的，大部分人都做不好。所以简单来说，只是理解，然后去了解对方的感受，然后你去说，我懂你的感受，你有这个感受是很正常的。我发现我之前有一段 PUA 的感情，我每次跟他讲感受，他就会说你太夸张了吧？对，他就说有这么严重吗？然后我已经在那边哭得超惨了，他说。你干嘛这么夸张？就是这还好吧？而且你会陷入自责，就是是不是真的我太夸张？是不是我太玻璃心？对，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好像跟这个人相处，每次都会让我更贬低自己。对 ，Oh my god！ 你知道我在讲哪一位吧？你知道吗？好，对，好啦，反正我觉得情绪验证就是接受对方说的一切，然后你要去理解他，然后承认他的感受是。不是错误的，因为很长的时候我们都会陷入一个自责，然后最后你也可以说我可以理解你，我之前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然后你一定感受很差。其实你
不用，有些直男很喜欢给他一个解决的方案，对，就说好，我跟你讲，你就是要怎么样跟你老板讲话，怎样的，不是有的女生就只是要一个情绪，我希望你接住我的情绪。我觉得给解决方案很棒，其实我觉得很棒，对，但是晚点再给，对，先解决情绪，再解决事情，对，女生最喜欢，所以情绪验证这件事情很棒，是一个很棒的理论，然后但是我觉得也是不是那么简单执行的，无论是男对女或女对男都一样，或者女对女什么都可以。其实这个不是只有单纯的感情，可能家人的沟通、跟朋友，甚至职场上都通用。你必须让大家觉得，你有认真听我讲话。我有发现你很会情绪验证，有吗？就是我每次跟你讲任何事情，你总是会想一个事情，说啊，我好像懂。真的你很常跟我讲这句。那我有个朋友也很懂，就是我要再 shout out 他一次，彩英。彩英她很会做这件事情，彩英好像出现在我们某一集。对，她很会做这件事情，因为她是一个很有同理心的女生，可是她的人生经历跟我的经历其实很不一样。我每次讲的东西，说实在，她都没有经历过，可她总是会想尽办法从她生活中的小事去同理我。我觉得超强的，所以。我觉得你也有这种特质，就是我每次跟你讲什么，你都会想了一下说，我好像懂这种感觉，然后我每次都觉得你懂我的感觉，所以其实你是一个很好的聆听者，某程度我觉得你很会情绪验证。其实我是挑对象，有些人我就不会你就懒得理解他。对，就你好吧，好，就是无效的情绪验证，无效看人啊，看人。好，总而言之，你在我这一方面做得很好，我觉得很厉害。对，好，所以你觉得维持远距离就是要把对方当最好的朋友，另外一个是情绪验证，还有其他的吗？我觉得就这样子。好，其实做好这2点，其实就可以解决非常多问题。好，那再来。恶魔的情境题来了，这集会比较长，可是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东西很好聊。好，这些情境题都是我反对远距离恋爱的原因之一。好，第一题非常简单，另一半刚好生日了，你不能陪他。这题应该比较简单，就是他说他很希望你在现场，那你该怎么办？其实这件对方还有要求太多了吧？没有啦，他只是说他不是说我要你在，他只是说如果你在就好了，就是类似这种，就是好。这件事情其实我刚做，但是我男友没有要求我在现场。因为等一下我再延伸一下，因为我们的相处方式，我们是一 Q 见一次，我们是以一个维运一个公司的那个经营的方式去经营的，就是好，我们有多少钱，我们有多少的价，然后我们一 Q 见一次，我们是这样子去经营的。你们每 Q 都有 KPI 要达成，对 ，OK， 好，那请问你做了什么？我是因为我没有去过他家，还没有机会，所以我就偷偷问他朋友说他们家地址是什么，我要给他一个 surprise，然后我给他的礼物就是那种我是不是给那个啤酒机，因为其实也是一个小小的心机，就是如果那个人很常用这个东西，我就是要他每次在用到的时候都会想起我。然后anyway， 这是一个小小的惊喜分。有一天就是寄到他家门口，然后他就很惊喜，这样，然后就觉得我好爽哦，我又分泌多巴胺，成就达成，然后他也很开心。然后他的家人也可以一起用那个机器，完美。哇，让他家人，你默默的让他家人替你加分呢。对，就是小心机。对 ，Oh my god， 好啊，所以其实就是用心经营，解决这个方式就是用心经营，给点小惊喜。对，好啊，其实这题我没什么好讲的，我觉得这样很棒。你没有，我没有反驳这题，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好，对，好。第二题，对方遭受重大的挫折事件，然后他非常需要支持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昨天我在跟我男友讨论这一题你竟然还找救兵？好啦，因为我想知道他的反应，我想先听他的答案。好，结果我自己在举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就说：好，如果有一天我的狗死掉，然后我就开始哭。Oh my god！ 他还没发生就要立刻先解决了。没有，然后我就发现我月经来，就是情绪很浓，女生的情绪很浓，我就会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你知道吗？然后呢，他说什么？其实像这种，因为像这种就是可能会是蛮不会是短期，不会像是刚刚举的那个例子，是我今天在公司被老板骂，这么简单可以解决的，所以他可能是一个比较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他说
其实我也会这样子去做啦，就是可以的话，当然是到现场陪伴他，就算是2天的假日，对，一定会去。那如果真的没有办法的话，其实就是无时无刻就是传讯息啊，或者是传影片，或者是寄一点小东西，就是表示支持。这样，这个地方我的反方意见就是，say no more, just hug me 但就是没有办法，所以我就是反对远距离恋爱啊，因为我觉得这种事情是你再多的言语支持都太远了，你还不如一个旁边的人拍拍你、抱抱你、安慰你，让你抱着你，让你在他肩膀上哭或怎样都随便都好，就是而且如果是随时随地在身边的话，这段期间他如果在旁边的话，我只要有一个情绪不对，他就可以立刻给我支持。可是如果人在你们远距离在远方，我一个情绪不对，我要跟你讲，你才会知道啊，就是你不会 always 知道，所以我觉得这就是我觉得其中一个我觉得远距离对我来讲不可行的地方。但我自己觉得，因为好举例来说，如果今天不是如果今天有个男友也是住在台北好了，我也不会每天无时无刻在他身边，我必须接住我自己的情绪。对，我可能一个礼拜见个1次，然后顶多2次，我觉得就极限了。没有，在低潮的时候，我就会，要是我是那个女朋友，我会一直陪在他旁边。即便我们以前一个礼拜可能只见2次，可是一旦他低潮，我可能一个礼拜去他家5天都可能。如果他需要的话，我就会这样做。所以这就是我需要我觉得远距离恋爱很难达成的地方。但是我要再打自己脸一次，就是近距离的人有时候不见得能给你这个支持，他可能跟你住在一起，然后这是我必须要举个例子。怎么样啦？你干嘛自己站到我这一方啊？好，你说。我之前就是我阿公过世的时候，当时我有男朋友，那时候我男朋友是住在我家。是哦，他给不了我任何东西，而且他反而是很冷漠的状态。就是我很难过，然后他有抱你吗？之后才有抱，可是当下我得知我阿公过世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在一间寿司店，正准备要进去吃寿司。对，然后因为已经等很久，叫到号了，然后当下我知道的时候是正要进去的那个刹那，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他就问我说：“那你还要进去吃吗？”可是我那时候没办法思考，我就先进去了。进去之后，我就坐在座位上开始哭。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这样，你说在外面不要哭，这样。对，他说你这样很丢脸。我就说我没办法控制啊，然后他就说那你既然知道你会哭，你干嘛要进来？刚刚我就问你说要不要回家，你为什么不回家？当下我就觉得哇，这个人他完全没有在意你的感受，完全没有，他只在意他觉得有个女生在他旁边哭，他觉得自己很丢脸，感觉自己好像做错了什么事情这样。而且那时候我就帮他讲话，我心里想说啊，因为他对于生死看非常淡，因为他阿公妈妈过世他都没有哭，就他对于生死看淡，他觉得这没什么，所以而且他又不能同理，所以他当我这样做，他就觉得这明明就没什么，你为什么不能理性思考？然后更重要的是，我当下就说，因为我就是需要一个拥抱，我已经告诉他我需要什么，我就说你现在可以不要这样说嘛，你就给我拥抱，这样就好了，不是吗？他就说这样子很丢脸。好，我只是举这个例子，好了，近距离不见得能够给你支持。等一下，你是吓到站到我这边。好啊，对，对，但是如果是我身边的人遭受重大事件，我第一时间谁管他丢脸啊？就是这有什么重要？重要的是你情绪当下，我要先安抚你啊。对，所以我就是好像跟远距离、近距离不一定做到，可是我会觉得远距离更做不到，对，是真的，所以我会觉得近距离才是我需要近距离的原因之一。但有时候不一定。好，接下来2题就难咯。来，第3题，你怀疑对方劈腿了，但你跟他就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城市，你要怎么处理？我自己在回答想这2题，因为接下来2题蛮类似的，基本上就是你怀疑对方劈腿什么的。但我都觉得我跟我男友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太理性了。你知道，通常在遇到这种情景的时候，人都会就是疯掉，对，谁会理性啊？对，所以我觉得在回答这题的时候，我一定会说。我一定会问嘛，一定会问，但对方有时候可能也是一定不会承认，对，一定不会承认，对啊，对不对？但是我们理性上都会觉得，我们一定要坦白，或者是跟他分享什么，就是一跟他分享说，我可能对，就是可能有发生了什么事情之类的，但我都觉得真实，如果真的先敲桌子，就发生的话，就是
不会是这样。对啊，那你们这样不成立啊！但是我没办法想象我发疯的状态啊。你没有发过疯吗？你在感情上没有发过任何一次疯吗？就是会很疑心病，但是我不会就会疑心病这样子。对啊，那你知道疑心病的那个心理状态的话，那你在远距离的时候，近距离已经很疑心病了，远距离不是会加大那个疑心病的感觉吗？那就是顶多你也不能怎么样，你也只能一直打电话，然后就是狂问对方，你现在在干嘛？然后就是什么的，但是基本上。那这个时候就会吵架，然后远距离又很难解决吵架这件事情，然后就一路往下。但是这跟远近没有关系了，就是会吵架，就是对方不想坦白的时候，远近就是你们很纠结在有没有那叫什么？你刚刚是说出轨吗？对对，就是一个死胡同啊，不是吗？对啦。对哈，对啊，近距离也不见得抓得到啊，或者对啊，就你抓不到，就算抓到了，也不一定可以好解决。我们现在变成感情题。好啦，好，我发现你每一个正方的意见都是跟远距离没关系。你这个是免死金牌是不是？好，但是你再问下一题好了。好，下一题。那假设不是对方出轨，是你自己发现你跟身边的某个人越走越近了，那你要怎么面对远距离的另一半？我跟你讲，我最近在回答这一题的时候，我在思考我要怎么回答这一题的时候，然后我跟我男友讲，然后我就说我会怎么样，因为我讲一讲我哭了。因为我想到，如果有一天我必须要亲口跟他讲说我喜欢上别人的时候，我好揪心，就是我会觉得我在伤害他。我现在有点想哭为什么？每个月经来都可怕。就是我会感觉到我会感觉到他多难过，就很不忍心伤害他。那是因为你现在很爱他。可是当你喜欢上别人的时候，其实你对他的爱是会我觉得不一定，因为我知道他是好人，我不想伤害他，但有可能我不爱他了。再讲一次，就是如果我不爱他了，然后但我知道他是好人，但我必须伤害他的时候，我还是会很自责。对，所以我会坦白，因为我不想伤害任何一个好人。你知道我身边听过身边的例子，已经不是网络上听说的，就是有远距离的另一半，但是他在台湾就是会搞一个对象啊，可是他还是爱着他男友。对对对，通常都会是这样。然后他就会说男友没有我现在讲的例子是女生，然后他就会说我男友要回来了，那我们的关系必须要结束。所以他还是爱着他男友，可是他没有跟他男友坦白，然后但是他出轨了，然后最后她还是跟她男朋友 happily after forever。你现在需要谁吗？没有，我没有说。我只是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不相信远距离恋爱，因为其实你不讲，也许你们结局还是会好的。我觉得还蛮看这个人的品格。对啊，然后我觉得我会非常痛苦。你品格很棒，这就是为什么我跟你当朋友。那如果是你呢？我就是不会出轨啊。我行为上是绝对不会让自己出轨，因为对我来讲，我会恨我自己。我觉得我也会耶，我会觉得我自己很不耻，我会不耻，我会觉得好可耻啊！我说错，我会觉得我这个人很可耻。对，所以我觉得我做不出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会judge我自己，而且我会觉得我好自私，我怎么可以自己一个人在爽，但是我明眼在欺骗另外一个人？我就是看他好欺负，所以欺负他的吗？这就是我跟你当朋友的原因啊！因为你就是我觉得这个特质是很好的特质，因为很多人会觉得反正别人不知道，很多人的自私是人一定自私，可是很多人自私是到那个程度是 I don't fucking care everyone, I just care myself 的那种程度。我懂，但我觉得某部分也是因为我选择的朋友就是我知道你们是好人，所以我相对的我不会想要伤害这么好的一个人。这就是我可以讲到一个我自己择偶条件很重要，就是善良。因为当这个人善良的时候，他就会尽量避免做出伤害别人的事情。对，伤害别人不可避免，可是有时候能够选择的时候，善良的人就会选择不要伤害别人。对，自私的人在可以选择的时候，会选择伤害别人，成就自己。对，所以善不善良非常重要。我跟你讲，像我们上一次在聊那个人生清单那一题，有提到说对方必须善良嘛，这一题。对，然后我觉得，因为
大家乍听之下都会觉得善良不是很简单吗？对啊，我跟你讲，没有很难。多少人？我跟你讲，前几次 dating， 大家一定会把自己最光鲜亮面、最 nice 的地方对表现出来。但是你可以后续在一些事情上面，你会发现他其实很多面向是自私的。对，你就知道他其实没那么善良。可是我觉得要观察出善不善良其实不容易，因为大家都会讲的自己很善良，说。我跟你讲，我遇过非常自私的人从嘴里讲出来的话，一开始都是我真的不忍心伤害别人，我真的不想再伤害别人了，我不想要让别人难过，你就会觉得哦，这个人善良。我觉得很简单指标，他的行为有没有在伤害别人，就可以知道他是不是善良。一开始完全看不出来，就是你要抽离一下那个恋爱脑，先抽离一下。对，但后来发现他每一个行为都在伤害别人，可是他每次都会伤害完再觉得啊，我不应该这样。可是这种就是有点是。我甚至觉得他有点病态的在享受这一切。他如果真的善良，他就不会做出来了。对，所以突然好多话想讲。就像有一个情境是，很多男生会说：“我不想跟你讲，是因为我怕你生气，我不想让你不开心。”对，那你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做出不让别人不开心的事情？你做之前就应该想到。对，那你当初会选择做这件事情，就代表你。明明知道我会不开心，还会去做，就代表你只在乎你自己。没错，你很棒，你成长了，好感动哦！我跟你讲，这个道理人人都懂，只是你真的在感情里面很难判断。你懂，但是因为大家都懂，但是你经历了很多，所以你的那个学费有缴，所以你更懂了。我还可以很义正言辞的讲出来。对，我刚刚完全讲话刻意放慢，因为我就想要非常强调这些事情。你是脑中有一个画面，我脑中有一个揍一个人千百万次的画面。好，总而言之呢，今天聊了这么多，不小心聊太久。就是远距离恋爱可不可行？我们自己有几个结论。第一个，对方适不适合远距离恋爱？你适不适合远距离恋爱？再来是你们是不是真的很笃定是跟对方在一起是你想要的？然后小撇步就是对方是不是你的最好的朋友？那你能不能给他那叫什么？情绪验证，也就是你能不能给他情绪价值，这都是维持远距离的小撇步。那谈感情，想要远距离、近距离，你可以自己选择。我们就算聊完这一集，我还是 stand by， 我要近距离恋爱，难说。然后不要一直诅咒我。然后乔就是曾经可能觉得啊，远距离怎么可能？但他现在就是执行了这件事情，也颇成功的。所以就是未来都不一定。然后我现在就是立了这个 flag， 也不知道会怎么样。大家可以见证我这个 flag 最后会不会执行，或是怎么样？那我再延伸一下，应该还有时间。没关系，可以。会有这个远距离，也是因为你促成的。什么意思？你忘了？会有啊？我促成的吗？你促成的、为什么？因为我去日本独旅的时候，对，你逼我去做一些陌生人的挑战。对啊，所以严格来说，你是媒人呢、你们如果结婚，你真的要请我吃顿大的。会有人想听细节，好，留言的话考虑一下，留言考虑。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给我们5星好评，或者是就是在 Podcast 或 Spotify 都可以，就是支持我们前进的动力，或是留言给我们，告诉我们哪里做的你喜欢。没错，对。然后我突然想要多讲一个，我有一对情侣朋友结婚，当时也是有促成的。现在还 OK 吗？他们就结婚啦，现在就是夫妻啊，就夫妻。所以你有媒人特质我有媒人特质。其实我不是我只是觉得去啊，我只是 push 而已，去啊，你去啊，这样，我就只是这样而已。对。那时候有人要促成我跟谁？好啦，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结束，谢谢，拜拜，下次见喽，拜拜。